他是梦境中最强的实力王者，即使是梦之王墨菲斯也难以匹敌。就在刚刚，罗斯无意间闯入墨菲斯的宫殿，询问有关弟弟杰德的下落。然而墨菲斯身为梦境君王，却根本找不到杰德的踪迹。在他看来，杰德的消失或许与逃离的梦魇有关，但梦魇最终的目的肯定是为了罗斯。面对女人不解的询问，耐着性子的墨菲斯继续向他解释，原来每次相隔几千年，就会有一个拥有超凡做梦能力的凡人出生，他能任意穿梭他人的梦境。接下来只要进入杰德的梦境询问下落，就能找到他在现实世界的住址。此时醒后的罗斯还在迟疑梦境的真实性，直到窗户边乌鸦马修的出现，证实了梦境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。I'm sorry. No, you're not. But you will be. 另一方面，变形者高特幻化母亲的模样，为杰德缔造了美妙的梦境世界，让他成为梦境中惩恶扬善的英雄睡魔。随着风沙散去，杰德来到空旷的街道，悠扬的笛声从身后传来。杰德循着声音跑去，发现了不远处窜腾的摇井盖。高特注意到摇井盖的异样，让他赶紧离开。杰德却坚信自己能解决麻烦。Get back here, Jed, right now. There's too many of them. I'm trying, Jed. Hold on. 老鼠正死死咬住杰德的手掌，看了眼老鼠啃咬后留下的伤痕，杰德思索再三爬上楼梯，向楼上的夫妻请求为自己包扎伤口。然而在养父看来，这不过是杰德企图逃跑的新把戏。莱塔找到寄养机构的负责人，为之前的莽撞诚恳地表达谢意，表明了罗斯是想知道弟弟是否过得幸福。或许是莱塔的诚意打动了负责人，随后他便拨打了杰德收养人的电话，约定好时间准备做一次上门回访。得知负责人上门回访的消息，养父担心杰德说出虐待的事，从而影响自己每个月领取800元补助金。权衡再三后，养父将杰德叫到自己跟前，约法三章，让他配合自己演戏，捏造出家庭和睦的假象。然而杰德只是表面答应。很快到了负责人上访的那天，杰德深知这是当下不容错过的良机，于是在他上前与负责人拥抱时，顺势将写有求救字样的纸条放入对方的单肩包里。到了晚上，养父将杰德叫到自己的跟前，将他写给负责人的纸条掏出，杰德这才明白自己的小伎俩还是没能逃脱对方的眼睛。门外传来叫唤他名字的声音，罗斯起身朝着门外走去，打开门是别人的梦境世界。他看到房东大叔撕下头套，目睹朋友与已故男友激情运动。下一刻，罗斯来到城市街区的小道，他不解这些匪夷所思的现象，于是询问墨菲斯事情的真相。墨菲斯告诉罗斯，是因为他身为梦漩涡的能力开启，已经能自由穿梭他人的梦境，现在他便可以依靠这种能力找到弟弟。紧接着，他们穿过萧条的坟地，推开古堡的大门，看到了儿时居住的房屋。You found your brother's dream. Now we find gold. 此时变形人高特通过监控器发现了墨菲斯。杰德向高特询问墨菲斯的身份，高特告诉他，墨菲斯是前来抓捕自己的梦境君主。杰德听后不顾高特的劝阻，自己随着飘舞的风沙一同消失。 You must be Jed. Your sister sent me. 一阵风沙过后，显现出杰德的身形。罗斯试探性地叫出杰德的名字，而沉浸角色扮演的杰德却说自己是睡魔。墨菲斯开始逼问他有关高特的下落。下一刻，高特出现在杰德的身边，罗斯误以为自己见到了妈妈，可墨菲斯早已识破高特的身份，随即施展法力揭开他原本的容貌。高特听从墨菲斯的安排，一同离开。杰德还没来得及说完现实世界的住址，眼前的世界突然被黑暗笼罩。与此同时，莱塔沉浸在与男友相逢的梦境中，随即男友打开了房门，不远处有一座建立在草原上的浪漫美屋，而它就是男友为她准备的惊喜。极具风格的装潢按照女主喜欢的样式打造，温馨的婴儿房更是让她感到满满的幸福。 You know, eventually, I have to wake up. 直到她再次与男友在梦境相逢，对方甜蜜蜜的情话让莱塔沉醉其中。两人相拥接吻时，莱塔的腹部竟然鼓了起来。回归到现实世界，她来到镜子前掀开衣服，这才知道梦境发生的一切或许真的会美梦成真。另一方面，变形人高特被带到宫殿接受审判，墨菲斯斥责他不应该为杰德带来美梦。高特谎称是因为杰德现实世界过得太苦，所以他想缔造美梦给他幸福。但在墨菲斯看来，高特的举动违背了自己创造梦魇的初衷。高特继续狡辩自己根本没有错。墨菲斯见他冥顽不灵的模样，于是降下惩罚，让他回归黑暗之中等待1000年。然而高特直至灰飞烟灭，依然坚定地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。或许是高特的话为女管家带来了触动，他委婉地劝说墨菲斯，梦魇并非只为人类带来恐惧。墨菲斯却告诫他，他应该做好自己身为图书管理员的职责，而不是越权来为自己做决定。 So, how do you know my sister?